本节课呢是粒子篇的最后一节课，我们会用这个篝火案例来完成咱们粒子篇的作业。这个篝火呢也是我们最终场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里我想 credit 另外两个 YouTuber Blender Fallback 和 Thousand Shorty， 在做这个篝火案例的过程中呢，我参考了他们两个的做法。其实在这个案例里呢，你会遇到一些我之前没有讲过的操作，你这个时候就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个以后会是你的常态。其实你学完了前3章，我觉得以后你去看任何教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你感兴趣的案例去练一练手，然后你养成了自我探索的习惯之后呢，你完全可以超过你的老师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们还是在第3章我们留下来的那个文件里面继续建模型哈，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场景。那我们先 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，然后我切换到这个视图着色模式。接下来我 Ctrl+2 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。我们把它这个细分改到3哈，这样会密一点。好，切换到正视图，还是改回到这个模型的模式哈。然后我们右键转换为网格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选择最上面最中间这个点哈，一定是最中间的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衰减编辑给打开，然后这个时候按照 G、Z 把它往上 Z 方向上面拉。大家注意，你拉的时候你可以滚动这个鼠标的滚轮，然后控制你这个圆圈的大小，它这个是可以控制你这个衰减的这个范围的。好，我们拉到这样的一个形状呢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我们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然后我们选中这个物体 Shift D 复制一个，然后 S 把它缩小。我们要先复制再缩小啊。好，缩小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这个东西挪出来。你可以切换到3测试图，然后 G、Y 把它往外挪，然后把它往下挪，然后再 R 把它稍微旋转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有2颗小火苗的基本形状了。好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2个小火苗的位置啊。然后我们选中这2个物体，右键平滑着色，然后我们选中这2个物体哈 ，Ctrl+J 合并成一个物体。好，我还是切换到这个视图着色模式哈，这样等会儿配颜色的时候方便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让这个模型呢更像一个火，我要给它添加一个置换。我们在这边给它新建一个置换修改器。关于置换修改器的步骤，我们之前讲过3个步骤。第一个，你要保证它有足够的细分；第二个呢，你给它添加一个纹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这个模型细分是够的哈，我们在这边直接新建一个纹理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Fire。好，你现在有纹理，但实际上你是个空纹理，你就在这边点这个地方，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纹理。我们在这边选一个允许吧。它这个马上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原理的话，你可以回到咱们置换修改器那一章，我讲过这个啊。刚才我们是直接点过来的哈，其实你到这个修改器里面点这个地方，或者说你直接点这边的这个纹理属性的话，也能看到这一个页面。你这个允许纹理的黑白的这个密度越密啊，你这个火就看起来越毛糙。所以呢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允许纹理的这个尺寸吧，把它调到大概 0.8 左右，就不让它这么多形变啊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，就没有那么毛糙了嘛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深度也稍微改小一点吧，改到1。这个深度指的是计算深度哈，就是你越大，它的细节就越多。我就不想要那么多细节，就让这个火不要那么毛糙嘛。我们要做一个卡通的一个火。但这个火有一个问题哈，它就是太丑了，就是我不想让这个火像这样坑坑洼洼的，我想让它下面这个端会比较圆润，有这种卡通的效果，只要让它上面有这种置换效果就好了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可以用顶点组来实现。那顶点组是什么呢？我们先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小黑点呢，都是顶点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火，我想让它下面就是这个红线下面的部分呢不受影响，那我就可以把红线下面这些顶点呢分成一个组，到时候呢，我只要让红线上面这个组呢受到咱们这个置换的影响就可以了。顶点组一般就是这样作用的。我们先把它进入透视模式哈，我们选择上面的这些点，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就这个按钮进入透视模式，或者你 Alt+Z 快捷键进入透视模式。那我们怎么来做顶点组呢？怎么去选顶点组呢？你可以框选中上面这一部分，我们想要把它加入顶点组的点，然后你点击进入这个物体属性哈，然后再点这个加号，然后点击指定。那这些被选中的点呢，就被指定成了一个组。你可以给这些点呢起个组的名字叫 Fire。那这样的话，计算机就知道了。那我这个 Fire 的组呢，它会自动选中这些刚才你选中的这些点。比如你点这个选择，你看，它就会自动选择这些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改这个 Fire 组的点的权重，就是权重其实就是影响点的这些范围哈。这个是你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，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你跟着我做吧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里面找到权重模式，你会看到4个颜色，红、黄、绿、蓝。红色是权重的最高等级，就是权重最大，然后往下走是黄色，然后接下来是绿色，到蓝色呢权重为0。
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黄色跟绿色就一小条，就说明它这个转换是非常硬的。你是一个火，所以你不可能上下界限那么分明，你就中间的这个过渡阶段呢，你一定要把它改得比较平滑一点。那怎么来平滑这个权重呢？你可以点击这个权重菜单，然后找到这个光滑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迭代增高一点，你会发现，那它会随着这个迭代增多的话，那它就越来越平滑，你会出现一些橙色呀、黄色这种渐变。等会儿你把那个置换效果加上去的时候呢，蓝色的是一点置换效果都没有，绿色次之，然后黄色到红色呢就是越来越明显的置换效果。好，我们把它切换回咱们的物体模式，我把这个透视给关掉啊。我们找到咱们的置换修改器，置换修改器这下面有一个顶点组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就找到这个 Fire 顶点组，你会看，马上瞬间就是我说的蓝色的部分是一点置换都没有，然后往上走呢，置换越明显。那这个火之所以形变，是因为它有一个黑白的纹理，对不对？那大家知道纹理是可以通过坐标去改变它的映射方式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它的坐标，然后它这个纹理就会发生变化，然后这个火就可以动起来。那怎么让它坐标动起来呢？我们先把这个坐标呢从局部改到物体。好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空物体，我们就用这个空物体作为它的物体坐标轴。好，我们回到咱们这个置换修改器，选择这个火找到这个置换修改器，然后用这个吸管吸一下咱们这个空物体，那这个空物体呢就变成它的坐标轴了。这个时候你移动这个空物体的位置呢，因为它是物体坐标轴嘛，所以你移动这个物体的位置呢，它这个纹理投射就会发生变化，这个火就会动起来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这个空物体一直在动？我不可能手一直在那边操作吧？好，我们在这边这个火还是有点太毛糙了哈，我们先选择这个火，我们把这个火的这个强度稍微改低一点，0.5左右就好了。我们要做一个卡通感的火，不要那么真实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怎么让这个坐标轴动起来呢？那我们可以让它一直往 Z 方向走，那这个火就可以动起来了。那我们怎么让这个坐标轴就这个空物体一直往 Z 方向走呢？这里有一个小窍门是以后你做其他案例也可以用到的。我们选择这个空物体，然后 N 我们把这个工具栏给调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这个空物体呢 G Z 把它往上移。你会发现，你往 Z 方向移的时候呢，它只有 Z 方向的这个坐标值呢在动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改变这个 Z 方向的坐标值就行了。我把这个火稍微G往上提一点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只要给这个空物体的 Z 轴一个不停变化的值就好了。那在 Blender 里面有什么值是可以不停的变化呢？这里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用，就是时间轴。就是你在做动画的时候，你那个时间轴是一直往前走，对不对？那1帧、2帧、3帧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不都是数字吗？一圈在变化的数字，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数字、这个帧数输入给这个 Z。那怎么输入呢？好，我们到这个 Z 里面敲一个井号，然后再打个单词 frame， 就是帧数的这个字，它变成紫色，说明它就现在已经是被输入成了一个帧数了。你可以移动一下这个帧数，你看1，Z 是1。第二帧 Z 是2、3、4，对吧？但这个太大了，你这个火就会跑得太快，对吧？你看这样抖动太大，抖动太剧烈了，就不像是一个火了。你可以把这个帧数呢打一个斜杠，然后除以一个100，把它速度降低100倍，那你这个时候它就慢慢缓慢往上走，有点太慢了哈，降低10倍。看这个速度啊，那这个像一个比较正常的速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火的动画你就有了。好呢，我们这个火算是做完了。为了方便我们等会儿移动呢，我们给它新建一个空物体。我把咱们这个空物体这个轴，还有咱们这个火呢，都作为这个立方体空物体的这个子集。这样的话，等会儿我们把这个火搬来搬去比较方便嘛。好，我们按着 Shift 选中这个火，选中这个空物体，再选中这个空物体的这个立方体 ，Ctrl P 设置附近目标物体。好，那你这个立方体就可以带着这个火和你这个轴一起走了。好，我们给这个立方体这个空物体呢改一个名字火，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集合，把这个火扔进去。大家注意，当你想把一个模型扔进一个集合的时候，你不要像这样直接拖进去。直接拖进去的话，它只拖进了负极，然后你的子集呢其实还在外面，你把子集也得给扔进去。好，火做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做木头。木头很简单啊，我们就 Shift A 新建一个圆柱体。然后我们把它细分改的稍微大一点吧，改成18。让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 SZ 把它在 Z 方向上稍微把它拉长一点 ，SZ 只拉长 Z 方向上的长度。好，我们在3切换到面模式，选中上面这个面和下面这个面，按照 Shift 选哈，然后 I 向内挤压，然后挤出2个小面来。
好，然后我们3选中上面这个面 E 往里面挤一下，下面这个也是哈 E 往里面挤一下，稍微挤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是做一个仿真的木头嘛。好，我们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这个东西就做好了。我们右键平滑着色，但你会发现哈，就我们在做圆柱体的平滑着色的时候，你经常会发现这个光影是非常奇怪的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光影。这个可能看不出来，我们切换到模型模式啊。好，你看它这个下面这个柱子下面就黑黑的，这个光影是不太自然的哈。我们到这个物体模式，就这个绿色的三角形，你找到这个法相，把这个法相前面这个自动光滑勾选上呢。那这个奇怪的阴影就不见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指的是两个面的法相夹角，如果小于30度，我才把它平滑；如果大于30度的话，我就不做自动光滑了。你看，我把它取消掉，它就是所有面都给它做个自动平滑，那这样的光影就很丑，对不对？你这样限制它在30度之内才做自动光滑，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 ，Ctrl+R 切2刀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2刀 S 稍微缩小一点，让它呈现出2头栅中间稍微细一点这样的一个木头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就做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这个木头摆这个造型了。我们把这个火显示出来哈。这个边我加个速哈，你就按你的想法摆。我一般就摆4根就可以了，不用摆那么多。大家注意，你在复制这个木头的时候，你用这个 Alt D， 不要用 Shift D 哈。用 Alt D 是关联复制，这样的话，你等会儿上材质的时候，一下子就能把4根全部都上好。你用 Shift D 的话，你还得一个个去关联。好，差不多这个样子就行了哈。我们开始给它上颜色。我们这边拉出来一个着色器窗口，把这个变成着色器编辑器，然后 N 把这个隐藏掉。好，我们把这4根木头呢，也把它作为这个正方体、空物体的这个子集。等会儿我们移动时候好移动一点。Shift 选中这些木头，然后再选中这个正方体 ，Ctrl P 设置负极物体。好，你把这些木头拉进这个火的包哈，这样的话你可以一起移动了这个火了。我们来先给这个火上色，点击这个火，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我们把鼠标选择这个圆脸画 BSDF， 然后 Ctrl T， 它会自动给你增加3个节点哈。我们给这个火加一个渐变的颜色。界面还记得怎么加吗？这个图像纹理我们暂时不需要了，我们需要一个分离 XYZ 和一个颜色渐变的一个节点。好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颜色渐变。好，我们把它连上去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建一个从下到上的一个颜色的渐变，那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节点，就是那个分离 XYZ 转换器分离 XYZ， 把它加在这中间，然后让它到 Z 方向上嘛，从下到上嘛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从下到上的这样的一个渐变了。这个当然你要用这个生成的这个纹理坐标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改它的颜色了。我们给它一个从橙色到黄色的一个渐变。好，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这2个杆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想让这个火稍微发一点光哈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在这边调节它的这个自发光强度。我把这个自发光强度稍微调大一点哈，切换到这个视图渲染模式哈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EV 改成 Cycles， 更看得明显一点。然后你还需要这个，你的黑色看不出来嘛，你要把这个拉亮。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拉亮之后呢，这个白色会直接盖掉你原本的颜色。但是你把这个自发光强度降低的时候呢，又完全看不出来发光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这里你看，我把这个自发光强度调到 0.2 的话，它还是看出来有一层白雾。我们把这个删掉哈。我们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，你就 Shift A， 你不要用这个圆脸画 BSDF， 你在这边找个着色器，这边有一个自发光着色器，它就2个选项，你把颜色给这个颜色，然后把这个自发光给到这个标曲面。你会发现用这个自发光 BSDF 的话，你的强度调大的情况下，不会影响到你这个火本身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调到 1.6 左右吧。我们还是切换回 EV 渲染器啊。我们点击咱们这个火，然后到这个材质这边呢，我们要给它增加一个材质，就是前面这个小火苗。我们点击这个加号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把鼠标选在前面这个小火苗这个物体上哈，点一下任何一条线就可以，然后 L， 这样的话你就把整个这个小火苗的所有的点都选上了啊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槽这边还是空的嘛，你这边要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把这个新建材质指定给你这个选中的这些面。你看这个小火苗马上就变色了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给这个小火苗再给它一个新的颜色。好，咱们现在这个材质槽里面有2个材质嘛，我们选中这个材质002，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Fire 1，这样等会咱们比较好复制啊。好，我们再选中这个材质010，我们到这边找到咱们刚才选的那个 Fire 1 ，OK，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复制。OK， 这样的话，我们把它改个名字 Fire 2，这样的话，省得你等会儿还要一个个的去建节点了嘛，你直接在这边改颜色多好。好，这是一种快速上材质的方法，大家要习惯。你看这样的话，咱们这个火就有那个意思了嘛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给这个木头上色，木头上色也很简单，我们选择这个木头，然后呢，我们新建一个材质，
点击这个圆点画 BSDF， 然后 Ctrl+Shift+T。好，我们找到上节课那个材质哈，我们用一个color， 用一个 roughness， 用一个法相就可以了。然后 principal texture， 这样的话它自动会把它连好。你看这里面有2个木头自然就连好了，是因为我这2个我是用 Alt D 复制的哈。另外2个白色的我用 Shift D 复制的话，所以你看它没有关联。这个木头颜色有点浅，我不太满意，我要给它改一个鲜点颜色。改颜色的话，我们都用颜色渐变来去转换啊。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颜色渐变，把它挪到这个颜色和这个基础色中间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改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动这个黑色和白色的颜色，去改变你这个木头的颜色了。我们给了一个深棕色哈，你看，这是我用 Alt D 复制2个木头呢，它的颜色会自动改过来，但是我用 Shift D 复制2个呢，它就没有。我们需要按照 Shift 选择这2个木头，然后再选择这个，然后 Ctrl L， 我们用手动关联一下。这个就比较麻烦，所以你如果有这种重复的物件的话，尽量用这个 Alt D 去复制啊。这个木头的这个横截面呢，我们要给它另外一个颜色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再添加一个新的材质。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3选择这个面，然后呢 Shift 选择这个面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材质001，先选择这个材质001啊，然后点击指定，然后就把这个新材质给了这2个横截面。你会发现，就是我们刚才用 Shift D 复制的2个木头呢，它没有跟着变颜色，我把它删掉哈，我们重新来，用 Alt D 复制2个哈，这样我们等会儿去变这个横截面颜色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直接变过来哈，省得我等会儿要一个个去改。好，那现在这4个木头呢，都是我用 Alt D 复制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去改这个基础色的颜色的话，横截面颜色的话，那它就会一块改过来。你看呢，这4个就直接全部都改过来了。其实这就是 Alt D 的好处哈，就是当你有很多材质需要一样的这种物体的话，你在复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 Alt D 复制，然后最后上材质的时候会省去大量的工作。好，这个火我们算是做完了，我们开始给这个火加一些火焰的粒子。加火焰粒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直接用这个火的这个模型去做发射体哈，我们在这边 Shift A 新建一个圆环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圆环呢挪到上面来。Tab 进入编辑模式 ，F 把它填充，好，我们 S 把它缩小一点，把它挪到这个火里面去。好，我们点击这个圆盘哈，我们把这个圆盘呢增加一个粒子系统，点击这个加号，它就会自动有一个发射体的一个粒子。但是它这个粒子往下走的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到这个力场权重这边，把这个圆盘这个重力给关掉，关成0，那这样的这个粒子呢就会往上走。但是咱们这个粒子的生命周期太短了哈，还没超过这个火焰就已经消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增大它这个生命周期，就增大到170左右吧。这样的话它就出来能看到了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火焰粒子哈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菱形球，把那个细分呢从2减到1，就少一点，就是你这个一定要少哈，因为你粒子比较耗内存。把它 G 挪到旁边，然后给这个菱形球呢增加一个发光的材质，我们新建一个材质。好，这个我把它删掉哈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着色器，自发光着色器，然后连到表曲面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黄色，我们把这个光的强度稍微调大一点。你看不到这个光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EV 渲染器哈，你需要把这个辉光给打开，才能看到这个光四周它显示的这个辉光。如果是 Cycles 其实就不需要，因为 Cycles 它自带那个光线追踪嘛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粒子系统，然后我们找到渲染，我们把这个渲染维改成物体，然后用这个吸管工具吸一下咱们这个菱形球，然后这个咱们的粒子呢会自然变成这些可以发光的菱形球了。但现在呢，它这个粒子呢还是有点死板，对不对？而且它飞得太高了哈。我们把这个趋势针挪到最后一键吧，250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命周期调短一点，其实主要就是生命周期啊，生命周期控制你这个到底能飞多久嘛。我们调到100左右吧。这个火焰粒子飞得有点太慢了哈，我们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。你会发现速度加快之后呢，你个生命周期100就会显得特别长。你把它改到50吧，这样的话它在50个生命周期里面它就能飞这么高。我再把这个法相的这个速度呢稍微再调低一点，调到1点几左右，然后让它这个高度稍微超过火面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高度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哈。那为了让它这个火焰呢就分散的更加自然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增加一点布朗运动。布朗运动在哪里呢？在这个物理里面，你可以把这个布朗加大一点。布朗会增加这些火焰粒子的随机属性哈。你看加大之后呢，这个火星子就会往四周发，这样看起来才像火星子嘛。
但这个火星子看起来都太大了，然后而且它的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调整它的缩放，对不对？还要调整它的缩放随机性。我们找到渲染，把这个缩放呢稍微调小一点，然后呢我们再增加它的缩放随机性，这样呢火星子就有大有小，这样看着就会更逼真一点。好，那这个火焰的效果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大家如果能做出来这个火呢，你可以到评论区晒出来，把你的那个视频链接贴在咱们评论区，或者说贴一张截图也可以。那么粒子篇呢，我们就正式结束了。下堂课呢，我们会进入我们的场景灯光篇，我们会正式来搭建这个大的场景。那么我们下堂课再见。Cut tips.